嗨，我是大明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。最近我会来聊聊我自己的舞台演出经验，还有这几年在教学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，同时也把经验分享给你，希望对正在学口琴的你有帮助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贝斯口琴的跳音。贝斯口琴跳音跟和弦口琴、八音阶口琴、复音口琴、时空口琴，它的概念都是类似的，都是相通的。当我们吹到口琴的低音的地方，也就是靠近左边，我们就把左边往内；当我们吹到右边高音的地方，我们就把右边往内。搭配你的头部向左向右微微转动，所以你的动作看起来就是类似这个样子。这会让你的动作看起来比较顺畅，然后动作看起来比较小，在演奏上会更加的流利干净一些。这几年在比赛的赛场上，最常看到的学生有两种状况。第一个就是因为口琴太重，所以他就连手都不想动，他就只动头，所以他动作就会变成这样。第二种好一点，他会选择动手，但不动头。这两种都会在后期产生一些问题，就是如果你的音符变得比较难，你的拍子速度变得比较快，你就很难的去完整演奏这个比较复杂的音阶还有拍子。接下来我们在吹奏一些困难的音阶的时候，如何拿口琴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在这边我也推荐我拿贝斯的方法给大家。左手大拇指拿在靠近吹嘴的地方，食指跟中指放在贝斯的后方，左右手做一样的动作，所以它拿起来会是这个样子。再来是你的手掌，左手掌跟右手掌就夹着你的下排的口琴，所以它拿起来就会呈现一个自然的我们华语字的八，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的形状。那在上下排切换的时候，我非常推荐你用转动的方式代替整只手臂移动的方式。转动的方式会让你在演奏上更有效率，不会让你整只手臂在晃动。整只手臂晃动会有另外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乐器比较重，所以当你在大幅度晃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会很难刹车，会很难停下来，也就是你会常常吹过头，或者是你吹到定点之后，它又会往左往右滑了一点，这样会让你在吹奏音阶的时候多出一些不必要的杂音。所以在这边我也非常推荐你，除了拿口琴拿稳之外，那你也尽量以旋转的方式来代替上下移动的方式，这样会对你在后期演奏的时候比较有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就示范两个小片段。那第一首是由李让老师为2021年高中组四重奏所编写的漂流瓶，中间有一段的贝斯，它长得是这个样子。第二个片段是我2019年编写给我所指导的学校二轮国中参加口琴大合奏的项目。那这首曲子叫做《One Night in 北京》，中间我也把霍元甲的旋律混到了这首曲子里面。那我也尝试着把旋律写到贝斯口琴上，大家可以听听看，用贝斯口琴来吹奏旋律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贝斯口琴技巧。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开设一些关于重奏的线上课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联系我，让我知道。这里是 D-Min Studi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